大家好，我是阿辉，我来上海这边4个月，我是香港的，所以你们听我口音虽然有点台湾的，可是以前学回来的，所以大家好多多包容吧。就其实不是台湾人，是香港人。是的，香港话说我喜欢你怎么说？我中意你，我中意你，我中意你，太直接了，中意你就好了。今年多大？今年28，我是97年的狮子座。香港回归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哎。没有，差了1个月。所以平时喜欢做什么呢？肯定健身啊，打打游戏了，看看电影，还是有点宅。今天是我们一期泡汤的主题的，没错。所以你敢上我这个节目，肯定是觉得你自己身材非常好吧？我觉得还行吧。所以你有跟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去泡汤的经历吗？没有啊，这太亲密了吧？怎么可以啊？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出发喽！走吧。这是漂流哎，拿过去吧。哇，这什么蛋蛋超人？这个很搞笑哦。好色情的名字。从健完身之后啊，我的人已经不再适合游泳，太重了，浮不起来。哇，你戴好像光头一样啊！这个要盖耳朵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戴过泳帽，其实。情侣泡汤哎，找个隐秘性高的地方。所以你想对我做什么？进来再说。可以。哇，好舒服啊，好像洗澡一样。哇，所以你健身健了多久啊4年了吧？所以你练最好是哪个？我觉得练的最好吧，应该是手臂吧。可是我没怎么练嘛，我的手的动作练的最好。我一开始健身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疫情嘛，也没什么事干，你有关你敢去接触什么的。以前就只会打篮球。所以你有几块腹肌啊？最瘦的时候大概5月6块吧。现在呢？现在就是2块或4块吧，看状态吧。你站起来，有勉强有4块了。就是看状态吧，因为以前是当健身教练的时候，对比较多时间锻炼会好一点。哦，你还做过健身教练？以前在香港有当过一会儿。那个时候就是天天可以练。我觉得上班，我挺体会到以前客人所说没时间的事情，就是说确实没什么时间。你应该是很受男生的欢迎吧？还挺瘦的，反正就运动风格一点的，所以男生就比较喜欢，就是不是说。喜欢上喜欢，就是说可能同辈之间也比较受欢迎。所以健完身以后更受男生欢迎了。对啊，以为是相反，会受女生欢迎，可是到头来发现原来没什么用。你是多少重啊？现在？是我93、94公斤。我是觉得以前小时候比较胖的时候会执着一点身材，现在觉得长大之后又没什么了。所以你对你现在身材是满意的吗？我觉得我能吃自己喜欢所吃的，然后。看的还行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所以你47的脚是多大？这个可以剪到开头哎，就一只脚的那个。所以你买鞋就是只能买。我通常网购比较好一点，网购尺码比较低。就你线下就很难买。对啊，很多只有45，差不多。哥哥就除了脚大，还有。这个不好说了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我跟我爸去买鞋嘛。小学4、5年级的时候，我已经穿我爸的鞋了。所以你们港仔是不是都爱留这种头发？我以前是寸头，我是来这边慢慢开始长头发。因为好多就你这个头发一看到就是香港人，是吗？就是喜欢留一撮很长的那种，但是你梳上去很帅，所以你对自己的胸不满意是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对啊，我觉得也练得蛮好的。你应该买西服，应该蛮吃力的，就是感觉要去定制之类的。确实啊，不好穿。我觉得单纯买衬衫也不好买，其实很难找到合身。那你基本的就是 T 恤。我觉得 T 恤或者紧身衣咯。紧身衣，就那种运动型的紧身衣。不是那种就是亮片的那种，就是镂空的。这里镂空。这个有吗？
哇，你这胸很好看哎。他给我咬一口。这不好吧？你算是那种纸包肌，确实没那么多时间去做运动啊。但是这种纸包肌反而是男的更喜欢，也不是吧？女的也喜欢看。对啊，我觉得女生现在好像问的比较多，她们不太喜欢说真的很精瘦的那种。很精瘦的，各花入各眼，水都有市场的嘛。所以我们有感情升温了吗？在里面非常暖，跟水一样暖，36度。所以只是物理上的暖，是不是？心理、物理都有。这里还提供自助餐，食物种类挺多，蒸的、烤的、涮的都有，还有现捞的甲鱼、螃蟹、小龙虾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小海鲜可以蒸着吃，当然熟食也是有的。所以在香港就没有这些东西。聊吗？香港很少说这种环境里做这种事情。就是去的话，可能我们会去深圳那边嘛。来尝尝这个串串，牛肉串串。还可以。对啊，这个牛肉还可以的。我以为一开始广东菜是偏甜的，然后直到我来上海才发现，广东菜不算是什么。小时候看我妈煮菜，她下感觉她下了很多的白砂糖下去，我感觉吃饭的时候觉得食物是偏甜，来这边才发现那个不算是什么。他有在宣传上面说这个是豪华自助餐，是吗？所以有到豪华吗？给个5分吧，10分满分的话，不过也不差，选的东西很多，款式很多。那边还有活的水鱼，我觉得还挺搞笑，它的那个在那个缸里面游来游去啊。所以你们香港做甲鱼是叫水鱼？对啊，这是甲鱼吗？嗯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水鱼，它不是一只乌龟吗？乌龟是乌龟，甲鱼是甲鱼。那你吃吗？感觉好可能，因为一般我吃东西可能我只会吃什么牛咯、羊鸡，比较普通一点的。你一顿在上海要吃花多少钱？60、70吧，差不多。一顿要60、70，差不多吧。我是感觉上海的消费跟香港一样，可是工资没那么高。哎，然后一般可能自己煮咯，我觉得自己煮学比较好。煮菜有时候也蛮麻烦的。就是水煮，什么水煮西兰花，反正炒一炒也可以啊。有时候吃东西可能觉得也是吃那个营养啊，也没有说特别吃味道哦。口味就是其次，大部分时候也是啊。所以你现在有存钱吗？没有，全在吃上面花掉了。我觉得吃差不多了吧。我有时候想，工资这么低，存钱干嘛呢？所以你没有一个人生的大目标。用我现在的工资去存钱，我能达到什么目标呢？我觉得达不了啊。与其把心思放在存钱上，我觉得倒不如想一下怎么去赚钱。那你们香港结婚的话，需要就是男方买房吗？别管了，香港还怎么买房啊？租房子，就男方出的。其实也不是啊，因为男女双方工资都也差不多，对大家挺公平支出的，很多也可能看他们家庭的资产结构吧。就是谁钱多就多出一点。对啊。哎，这个牛奶很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3色雪糕那个味道。以前就小时候我会去广州过暑假嘛，然后整天会吃这种3色雪糕。小时候买东西好便宜啊，拿个10块钱，然后去买很多东西回来。现在长大觉得没什么，小时候觉得很好吃。我在这边吃过最好吃的薯片是那个乐事的那个青瓜味的那个薯片，在香港没吃过啊，国外也没吃过。我姐吧教我把那个薯片放在冰箱里面，那个口感更好吃。你说是冻住还是说就是放在冷藏而已？冻住，那个口感很奇怪，就是冰冰凉凉的青瓜味薯片，好特别。香港的西瓜是不是很贵？贵的定义是多少？我不太清楚。这边是大概一颗20-30吧。很大的那种切片，切一半，40一半，那大概160了。那你国外读书的时候有白人女的追你吗？高中时候有咯，就大学反而没有。大学我是跟中国的同学比较多，那个时候就圈子就反而变窄了。高中时候我去那个全都是白人的地方，然后那时英语也不好嘛。为什么会英语不好呢？因为就是说现在在香港读书嘛，对啊，英语是
每天都上，每天教，就是说你脑袋换成一个地方去住的话，你脑子是切换不过来的。就是说，啊，这我都懂，这我懂，你串联不出来的。我一开始那头1个月啊，有点像是哑巴。你过去就直接上学，就几天就上学了，就没有说先去语言那个培训一下。忘了雅思还是托福啊，考过了就去了嘛。所以说这种书本上的事情大家都懂，可是你要把它换成日常生活的话是2回事的。你在美国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？也没有，酒也不怎么喝，很宅的吗？也是。也算是挺宅的。那寂寞的时候怎么办？去打打球，健健身。就你回了内地反而不乖了是吗？是吧？做事情不行，等让我妈看到怎么办？所以你现在有人养鱼吗？也没吧。我是觉得到这个年纪的还好吧。我觉得人生是应该追求其他的吧。所以你手机上没有那些就是约会的软件？以前的有了，可是也没什么用啊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要改过自身。把你手机拿出来给我看一点，你敢吗？那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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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你看上去应该玩的蛮大的。也还好吧。你为什么视频老是伸舌头啊？其实是我以前打球的一个习惯，就是为什么老是伸舌头，是喘气嘛。然后久而久之变成一个生活的习惯。万一就是有人通过你视频给你发私信，你会看吗？我全都看了，其实。然后别人说我想见一下你，我觉得太直接，我也不太喜欢。所以你是喜欢循序渐进的。我觉得你要看当时的情况去。如果凌晨2点，可以考虑一下吧。也没啊，凌晨2点我睡着啦，这么老了都。哇！问题是它怎么吃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放在那个蒸锅里面蒸吗？那里面的东西要解剖的。哦，我就单纯觉得他们好笑了，就是吃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。还有帐篷。这不会蹦不动一下掉下来吧？我这么低啊！那个声音，哎，这个确实不错哎。可以。哇，还有这种电竞房哎！打不打英雄联盟？我不打的。哇，你这很黑耶，这样看上去。是真的黑啊！哇，所以它这个造的还是像那种日式风格的。你外面点那个。哇，你喜欢吃这个？啊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菠萝蜜。对。菠萝蜜有一股脚臭的味道哎。完全是有盐的水果。哎，不了。要死啊！真好。感觉比小时候好吃。那是因为你现在吃的东西太多了。好吃确实太多。所以今天对这里的印象还好吗？其实有机会感觉会再来，因为这边我感觉就是环境还可以，而且蛮大的。3层。如果单纯为水乐园过来，我觉得不行咯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狮子。狮子座就是很外放的。有时候吧。闷骚吗？还是明骚啊？我觉得闷骚一点。我是看个人哦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。我觉得我是比较闷骚一点的。你是那种年会上面会出风头的人吗？也不会，我会拒绝，因为不太行。就是这种不是我的强项，我做不了。有时我擅长去做的事情，我会咯。那你最擅长做什么事情？运动上的事情。体能很好。见过的都是这么说的。是不是很大狭场空间？说做运动啦，哎，打球啦。但是你口音还好，没有到很港哎，反而有点台。没错，我那个时候去读书那一年，读高中，最好的朋友就是个台湾人，其他没有人会说粤语或者说普通话的，所以比较台一点。所以你现在做的是那个就是纺织行业的。对，就供应商嘛，基本上就是。这是你第几个工作啊？数不清哦，什么都有做过哎。如果你不考虑薪酬啊，
不考虑你的专业，你最想做什么？当个专业的篮球员。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？以前学生物跟化学，就是有点像护士类型的，还没有到护士这么专业的一个学位。所以你现在在上海工作吗？工作了多久了？4个月了吧？哇，你就刚刚才来。对啊，非常新。所以你到酒吧里面去，不就新面孔吗？就很多人会问你要微信的。有吧？你去哪个酒吧啊？哦，酒吧吗？哦，我有时候展会，然后酒吧我都不敢去了。对啊，我都不去，不喝酒了。所以你会经常被人误认为是 gay 吗？网络上挺多吧，现实生活中，我觉得也没有多少人这么会当面跟你说，哎，你是不是那个？单看视频可能会有1秒的那个错觉，觉得你可能是。我改一下了，这个舌头。其实我这么想，自己像一条狗啊，狗不是也这样子吗？天哪，你不会私下是在玩一些？哎，这叫你小狗狗可以？可以吧？我也不知道哦。如果殴打你呢？那肯定不行，就是打屁股之类的。可以吧？那你就是麦当劳。我觉得都可以吧。你都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好玩就行吧，好玩不要过界，互相尊重的话，我觉得这事情是可行的。所以这一期被你妈看到了，你妈会不会花500万把这个视频买下来？你还是放吧，这500万没了。我发现你有做体毛管理。对啊，以前国外养回来的习惯。你生活当中应该是个超级大E人吧？我觉得跟熟的人混熟了，我觉得可以很E，就是很疯狂的事情，我不介意一起做。可是陌生的人，我觉得还是会有所顾忌吧。所以你来了上海4个月，是更喜欢上海多一点呢，还是香港多一点呢？我喜欢上海吧，上海那个气氛好，可是那肯定会想香港哦，特别是吃的。我可能对上海人说这些事情，这餐厅很好吃，可是我吃下去我就觉得不好吃，就是真的不习惯了，那没办法，就是口味是不一样的事情。你是不是每份工作都干得很不久？对啊，就几个月就结束了，就觉得没看到什么前途，然后或者说感觉往上爬的空间不太多，那就不太想做，反而导致什么事情做不成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就老老实实乖乖的去做吧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帅哥吗？我觉得还行吧。那10分呢？打个分。如果当自己自信的时候，那可能觉得自己是10分吧；不自信，也觉得这可能是个3、4分吧。客观来说，可能来个7分吧。谈恋爱最看重的对方什么？能不能聊？就讲的事情，大家是不是同频了？我觉得这个比什么身材、什么时候长相什么都重要。这种事情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我觉得，因为真的遇到过有些人，就是讲话真的讲不通啊，真的很奇怪。但是有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我可能刚认识你，觉得话好多哦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可能过了几个月过后就觉得没话聊了。那个时候你会选择分手吗？我觉得没话聊是基于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感觉话都讲完了，每天就是讲那些话，那就是不喜欢嘛，那能说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你就说小事情而分享给他，就说我喝的这个东西很好喝，我拍个照给你看一下，对吧？也不一定要很什么特别大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相处舒服的话，有时候不用讲话也行啊，就2个人躺在一起什么的，看个电影，或者放个音乐在那边，什么都不用干。其实那是我更享受的生活啊，不是说每天无时无刻的讲话什么的。你私下应该很黏人的吧？对，我觉得比较珍惜跟一个人相处的时间，大于说去做什么。那你谈恋爱的话，是喜欢年纪大一点的，年纪小一点的？我觉得心智年龄上这个很重要，实际年龄我觉得没什么。那你是觉得对方要比你成熟，还是要和你差不多就好了？差不多就好。差不多就好了。你算成熟的吗？看什么事情哦。有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意气用事的。就你决定一件事情，你会优柔寡断，还是说好吧，我就这样？小事的话可能优柔寡断一点吧。决定人生大事的话就会很果断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喽。拜拜。好，有机会再见。欢迎青云。Hello。青云感觉好不符合你的形象哦，应该你本人很放得开的吧？是的吧？因为我看你朋友圈里面照片都是丑照哎。很丑吗？你是故意在选这丑照吧？没有啊，可能是我觉得好看吧。但是真正的丑照都给我隐藏起来了。就那个还不算丑啊？对，就是因为我比较难拍嘛。比较难拍的意思是什么？
就是拍前置的时候一直就是很大的出入，或者我自己长镜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好看，照片上和本人其实差距还有一点点。所以你对于我邀请你上我的节目是表示过疑问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一点就是恐惧，就是害怕不上镜。所以你是在杭州念书？准确来说是在海宁念书。那你大学学的是什么？英语。难怪你一直没事就 Oh my God 什么的。这是我的口头禅是不是？对。会有人想打你吗？没有人想打我。这样很讨厌吗？请问？有啊，很讨厌。好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朋友圈放的照片很丑吗？所以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没有人告诉我，因为他们的评论都是老公什么的。所以这就是你说的高谈。Yes. 你下半身怎么没有穿高谈？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接受的场合下能穿的东西了。所以你每天都要健身的？隔一天见一次。那你现在有几块腹肌啊？6块。我可是会数的。可以啊。听说你为了上我的节目已经锻炼了1个多礼拜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直有在锻炼，只是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了。那你很肤浅，我们的节目是走心灵路线的。是吗？对。那你考研的话也是考英语啊？对，也是读英语方向的。对的。那你出来是做什么呢？一般做外贸吧。就以后是去吃西餐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你去旅游的时候都是很乖乖的就旅游。很乖啊，就不会说见一下当地的朋友。风险有点大，我觉得。就是我觉得和外国人有点不太知根知底。考研也是为了逃避吧？可以这么说，逃一会儿吧。但逃得了一时，也逃不了特别久啊。但最终还是要出柜的。所以你考研是为了逃避家人？不是啊，跟出柜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爸妈一直明里暗里让我快点结婚，所以让我很苦恼。你爸妈还看不出来你是？有一些痕迹，但是他还是默认我是直男。单身吗？有对象。但是我有听闻你是可以那个的。算是吧。几年啊？你们在一起？我们在一起3个月。3个月就那个了？对呀，因为这段关系让我感觉有一个很困惑的点，就是他是一个对于他的另一半和别人的连接不太敏感的一个人，但是我是一个对另一半占有欲很强的人，所以这就有一个矛盾，就是他每次说想吃某人的时候，就会让我感觉很发毛，很难受。但是我们开放可能是因为为了平衡这个东西吧，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。为什么不分手呢？因为确实就是很喜欢对方，他也很爱你。我不确定，因为对呀，你对这份爱已经产生了质疑了。你要哭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听着有点像挑拨离间。但是他也有说过，他想要一段关系，就是2个人都很强的关系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翻咖上认识的。不会是第一段正式的感情吧？不是啊，第一段正式的非常糟糕，主要是体验上特别糟糕，就也很drama啦。反正也有开放，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吵架，就搞得2个人都心情很糟糕。为什么你说话有点那种 ABC 的腔调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故意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故意？有人说你长像韩国人吗？只有在越南旅游的时候，那个服务生说 "You like a Korean hawker"，你就翻白眼。我听懂了，但是我不想说。所以你每一段感情都是很畸形的，对吧？因为我感觉我和每段人都有很明显的冲突。上一段分手是你提的还是他提的？对方提的。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水瓶座。那水瓶座的性格是什么样的？懦弱吗？笑死了！大家不是都说水瓶座很古怪吗？你是怪的吗？不算很古怪吧。你只是疯吧？但是你性格这么开朗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提出分手的那个人。对啊，我一直是提出分手的那个人，但是上一段不是。你谈了几次啊？从我大学开始，大概谈了有6段。最短是多久啊？1个月起步。但是都是因为遇到了比较大的矛盾，所以就分开了。那会不会是你的问题呢？我感觉有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容易
激发我自己或者别人的一些不好的面出来。但我感觉有矛盾应该在感情里面很普遍吧。但是如果你每一段感情都很畸形的话，就是不正常。我感觉可能是我还不够完整吧，可能年纪也太小了，所以这段感情你还在勉强的维持着，是不是？没有勉强的维持了，就是目前来说还算一个相处比较舒服的状态。你不是不开心吗？旅游的时候特别不开心的，但我感觉是必然的。旅游不开心只是他会出去找别人，没有，他没有出去找别人，他反而是那个比较忠诚的那一方。那旅游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，价值观也有点冲突。那你这么维持这段感情的意义是什么？可能就是想再尝试一下。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吗？就说我再尝试个3个月或者半年。目前还没有，可能应该要等下一次矛盾爆发吧。一般对一个关系重新审视都是从下一次爆发开始的。你们在一起3个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从第几个月开始说我要open一下的？是我提的。是你提的？对啊，因为我确实接受不了，就是对象一直在缠别的人，尽管是口嗨，让我也感觉不太舒服。但观察到这个好像是他的个性的话，我感觉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那提出来的时候，他瞬间就说好的。他其实一直也没有抵触。那你提出来过后，你自己有去 open 过吗？我有且仅有一次。你们住一起吗？不住一起。为什么不住一起？因为感觉住一起矛盾很大。那不是有机会可以更快的了解一个人吗？我们已经在旅行中更快的了解过了。我们相互了解的效率太高了，以至于牺牲了一些亲密感作为代价。就旅行过后，我都不太想搭理他。那当时是谁追谁呢？第一天是他对我感兴趣，但其实我对一个人的感兴趣不会表现在脸上，应该是互相都承认吧。所以你每段关系里面都很被动的。提分手我是主动的。你是麦当劳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就很被动，是不是？有点像吧。跟你一起健身那个就是你对象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所以你喜欢那种大叔型的，有点。你好像说中了。他几岁啊？23岁。每次我喜欢的类型，我朋友都会说你是不是就喜欢那种大叔直男型？那你就是缺父爱。你说的可能是对的，我回想一下。所以你回家也不跟你爸说话的？说的话一个手指头可以数过来。所以这3个月对你来说是很久了，这段感情？一点点久。最久是多久？最久是1年。1年也不算很久，其实是不算很久。你有渴望谈一份很久很久的吗？我以前有啊，但是我一次次实践都失败了，对我的信心打击有点大。这种的期待已经有点被消磨掉了。反而说就是有人爱你就 OK 了？当然不算啊，当然还要看我喜不喜欢他。所以他看到这一段会生气吗？应该不会吧，他心很大的，我觉得，而且感觉比我看得开。其实我有思考过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，他是一个希望我们继续下去的一个态度。照你这么说，他就不是一个谈恋爱的好男友。你看他才3个月就能接受 open 的关系，如果3年4年，我倒也是表示理解的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能接受，因为他告诉过我，就是你想去找谁是你的自由，但我偶尔感觉这有没有一点过于自由了？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想不想在这一段关系中进行一些实验，因为我有隐隐约感觉到他有点像在我们的关系中做一些实验。你是不是整天就处于一种又紧张又刺激的氛围中？没有啊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有对象的人上我的节目，不出1个月就分手了。Oh my god！ 如果真的1个月内结束了这段感情，你也能接受吗？会有一些不甘吧。那你再找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说的是很简单，因为我1年前确实是这种态度，谈了1个月不合适再找。但是这次我想看一下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。那你 open 你会跟他讲吗？会啊，就之前会跟他讲一下，还是之后再讲？必须都要讲，就是你要在路上吧，最晚路上你在路上你要讲吧。他就立马就说 OK， 没有说任何话。过了15分钟之后说 OK， 万一发出来视频都是骂你的怎么办？没有问题啊，黑红也是红啊。我感觉
这被骂是个必然啊。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感情经历也是世人不能容忍的，是吗？算是吧，大部分人都是接受不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下呢？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乐在其中。什么情况下才会分手？就当我看清这个人本来面目，然后觉得他真的不适合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分手。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好卑微啊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不卑微或者卑微的时候，但大部分时间我可能偶尔卑微一点更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旦到感情里面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也没打算要改变一下？你是指什么？变得更强势吗？对，我这段感情我要占主导地位。但是我感觉这样会把人逼得很不舒服。如果我察觉到可能会把他逼走的一丝嗅觉的话，我就会收敛一点。听你的意思就是你每段感情都是照顾别人多一点，情绪上照顾别人多一点。至少这一段关系里面，大部分问题都通过沟通解决了。祝你就幸福好不好？现在还好啦，至少是融洽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到了就是福利的时间了。你健身几年？快3年了。忘了，对，哇，我只是想让你那个，只是撩一下衣服而已，你直接脱了哎。那怎么样？所以6块腹肌呢6块腹肌在这了。所以你现在对自己身材满意吗？一般。你有靠这个身材获利过吗？你是说？就是比以前可以更见到很多人啊。当然有啊。所以你对自己这个身材还是蛮感谢的，是不是？必须感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OK。好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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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对南京熟吗？不太熟哎。不熟，那你还带我 City Walk？ 没有啊，是你在带我 City Walk 啊。好吧。那你一般会和网友去哪里呢？一般没有见过网友呀。没有见过网友。对。那栋高层建筑是什么？紫峰大厦呀。平时经常去的地方是哪里啊？当然，经常去的地方是健身房吧。去的最多的澡堂是哪一个？没有去过澡堂啊。虽然平常经常去健身房，但是毫无健身痕迹。有人说你一脸正气。对啊，我就是一脸正气。不是。是的。不要再给我装可爱了。终于到新街口附近，现在我们要准备去吃个刨冰，好不好？刨冰可以啊，降温。其他嘉宾会像我一样一直在盯着他看吗？没有啊，只有你最做作。你是准备通过我这个相亲还是怎么说？其实也没有。我挺喜欢吃红豆的。你会很绿茶的吃法吗？很绿茶的吃法？没有，我不绿茶呀。我不得不说，那个刨冰真的非常的难吃。真的很难吃吗？你觉得好吃？我其实感觉还可以哎。我吃到后面就是不想吃了吗？不想吃了，因为感觉里面什么鬼东西都没有。开始的时候还可以，我还以为里面会有水果啊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全是冰，而且是那种加了很多糙米花还是爆米花。是的。不喜欢那种东西，那个太廉价了。我感觉味道还好啊，我感觉味道还好。一个要58呢，好吗？我觉得它是里面的那个口味太单调了，然后里面内馅也不是很丰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德基坐一会儿。哎，这个灯光还蛮赛博朋克的。说你丑帅和说你土帅，哪个比较会开心一点？丑帅吧？丑帅，土帅不 OK 吗？我没有听到别人说我土帅。你谈过几段恋爱啊
3、4段呀，小小年纪就3、4段了，你是不是其实玩心还蛮大的？有点吧。感觉你对人是不真诚的，我很真诚，我其实很真诚的。感觉你应该会和很多人同时暧昧吧？不会啊，我很纯情的，我是真诚小狗。就除了我说你不真诚，就没有其他人说你不真诚。我朋友说我不真诚。对呀，你看，哪个朋友，什么样的朋友？好朋友啊，超级好的朋友。所以你没有同时跟很多人暧昧，没有人跟我暧昧，都没有人找我聊天。那你为什么不主动找别人聊天呢？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会主动跟他说我喜欢你吗？然后我们在一起吗？也不会。感觉很少吧，很少。我只会主动提出分手。还是说你就是很享受这种被人追的感觉？没有吧？如果真的不适合的话，我真的会说啊。但如果感觉还可以的话，我可能会接受。你有没有遇到就是他很喜欢你，但是呢，你给他的答案是那种模棱两可的？会吧？其实这一期的人设里渣男人设，你是不是觉得谈恋爱很麻烦？也不是感觉很麻烦吧，就感觉，其实我感觉谈对象挺好的。那你之前谈的都是在南京的是吗？没有啊，只在南京谈过一次啊，一次就2个月的。对，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你为什么分手？就是那几天，就是跟他说话也没有理我。他为什么不理你？我不知道哎，他也没跟你讲为什么。当初是谁追谁嘛？其实当时在一起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在一起了，也不是说莫名其妙，就是也没有说谁追谁吧。所以你会和网友谈网恋吗？我可能以前会，但现在我不太会。就异地不行，不太，你必须要在一个城市里面，不接受异地恋。你有被退过货吗？你说的退货，我不知道哎，退货是什么意思呀？好像没有吧？没有被退过货。你很适合去做保安哎，一脸正气。但他们都要身高要求，要180以上，也没有那么严苛吧，175就好了。 175很矮。你会觉得自己身高矮吗？会觉得。你觉得理想身高是多少？182、183吧。所以你的菜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黑皮体女生啊，就白皮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是吗？其实主要是看感觉吧。你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呢？什么感觉？问你啊，什么感觉？感觉很幽默呀。没有人想听这个词好吗？你好好说。你很好呀。不想听这个词。我感觉这个肉饼还挺好吃的。你专业是学的什么？播音，看不出来吧？哎，你是23岁，那属蛇的是吗？马，属马的。那明年就是你本命年嘞。你本命年会穿红内裤吗？应该会吧。就你还信这个？其实我倒还好，可能家里面会让穿。那明年更找不到对象了。听说你还去考了一个健身教练的证。对。我感觉自己练得不太好，想学习一下吧。所以如果现在让你撩衣服出来，是有腹肌的吗？没有，是一层一层的，只有一个肚子，体脂比较高。但是我觉得你身材是好的呀。其实是还好吧。你这什么假两件吗？这个衣服是妈妈缝的。我刚才摸了一下，你蛮那个的，蛮硬的。你随便碰一个健身的人，他都会立马硬起来的。就是感谢白伦2天的陪伴，然后到这边我们就要结束了，有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是的。你走之前会亲我一下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喽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现在就到狸猫的豪宅了，你看是不是豪宅？我吓死了，乱糟糟的。不乱吧？还好啦。你是真实会做咖啡的吗？会做。咖啡机还是一个很容易积灰的东西。我觉得我用的蛮频繁的，每天都要用。那你是喝得出来咖啡豆的好坏的？能喝得出来。就里面有什么果香啊、花香啊？先就是没有那么灵敏吧，就是说大概的你能。哎，你为什么一直侧着身子跟我讲话？是因为你觉得侧脸好看是吗？我这边侧脸不好看。就你坐的卧室。好。然后
这是我的卧室。这一堆衣服本来是要放在我那边的是吧？拿过来了。我这边卧室平时我不想放东西太多，然后还有一个内卫，卫生间。这里边就堆了很多带货的产品，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你可以进去看。哎，你摄影器材蛮多的啊，非常多，就是之前这是我走的时候可以带走一个，是不是？不可以。但是我很多东西我要处理，就是我不喜欢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了我就觉得很乱。你衣服也蛮多的哎，衣服还好吧？所以你还是会整理的。这边是长裤，我一定会整理的。然后这边是吗？哎，这位嘉宾你在这里干嘛？你真的很吓人。你走了之后我会想，真有个人。所以你真的家里是有脏东西是吧？是真的有脏东西的啊。所以你有见到过？听到一些就是违背常理的声音。从哪个房间传出来的？反正就是在客厅。客厅？是有人说话吗？走动。那有可能是楼上啊。也有可能吧，反正就是。哎呦，不要再说了，我要订酒店。所以这家店是你这样来吃的？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吧，很香的自贡菜。对，所以你最近也不再减肥了？我没有控制饮食，但是你应该是比之前瘦了点吧？瘦了很多，而且高了很多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啊？可能一些鞋垫啊、鞋子的底啊，就可能有选择吧。所以你现在都在忙直播带货、视频带货，为什么不做直播啊？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问题。你以前不是直播过的吗？以前直播了很久还。你以前是一个人播还是两个人播？以前2个人。那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呢？那之后就没有找到合拍的人了。最近不是都在流行做那种情侣号吗？你的意思是合作吗？还是就是真实的情侣号？如果你谈了恋爱，还会做情侣号吗？不再做了，怕了？你觉得怕的点是什么？因为真真实实经历了情侣号之后的反噬吧，就是等分手以后会有很多问题，2个人没问题，账号有问题，账号你要包括粉丝对你的看法、认知、看法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偏差。那你对网上现在这种情侣号怎么看待？我觉得开心就好。有在看人家笑话吗？看你们能撑到多久？没有，其实我还是蛮羡慕的。虽然说我看到有时候我会觉得是假的，或者说是演的，但我觉得至少它传递出来的东西是很积极正能量的，就是大家向往的东西。但很多情侣号到后期都会撕逼啊。但凡是2个人的感情出了任何问题，那都是2个人的事，不会说单独有一方他就全错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出轨，就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他魅力不够，是吗？那倒不是，这个要看情况嘛，不要给我挖坑。我可是处女座，很敏感的。那你跟我很搭哎。你是什么座啊？我金牛座呀。哦，那是性格很不错。所以以后也不考虑要做直播？也有想过吧。昨天晚上我有试着直播了一下，然后就有个人在那说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我说，那你说这些有凭有据吗？他说不出来，然后就又说了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。但问题是你还要回应，你可以把他那个拉黑啊。主要是现在也没几个人看呀。其实你也想说是不是？昨天其实我一开始在上课，我就开着直播的。上什么课啊？心理咨询啊。怎么了？要去做老师的？没有，想要去帮一些帮自己吧，也帮他人。所以你觉得你心理上面有一些问题？我觉得自己需要给自己多增加一些认知，然后可以更好的去看待自己。现在成都的必吃榜是怎么一个排榜？我对这个不了解。就你平时休息的时候也不见人，现在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。但你的传说还是在江湖上面飘着的嘛？所以你的故事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随口问一下。你都不说什么传说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住在狸猫家，对不对？你说哦，那个狸猫，就类似于这样的。所以你为什么不出去见人啊？社恐吧？你还社恐？
你以前不是经常酒吧去的吗？我觉得很累啊，人际关系很复杂。我去酒吧倒还真没有，就是太留意有哪些人在。我酒吧比较喜欢就自己在那儿喝酒，自己在那儿混的。那现在如果有人问你要微信，你会给吗？会啊，有对象的时候就会。你是刚搬在这边是不是？我住了1年半了，那你就单身了1年半。那也不是。所以有什么择偶标准吗？我对于找对象，更多的是对方能够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吧。你还会去看前任的那个社交账号吗？偶尔无聊的时候也会看。所以你这个咖啡是自己学的吗？上课的，学了一个大概，就是大概知道咖啡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有朋友来你家里，是一定会被迫喝你要做的咖啡的，是不是？可以选择不喝呀，反正我要喝。所以这就是素毛血旺，对，它这里边就只有毛血旺，就是素的毛血旺，我从来没吃过，也没点过。那你可以尝一下，他送过来的，这个就是乐山美食了。哎，这个是豆腐脑哎，对，这豆腐是这样子的，怎么成这种胶状的？就是上面裹了一层那种这种白白的这种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然后这一份素毛血旺，这一份翘脚牛肉，然后2份豆腐脑，然后米饭和可乐才66块钱，还是比较便宜的，刚刚便宜。你在成都应该也很久了吧18年到现在。那你之前在哪里啊？之前就在重庆啊。怎么会想来成都的？因为前任啊，所以来成都也来得很果断，因为很近啊。对，如果他在北京呢，那就不会那么快，就可能会再了解一下。对，再掂量掂量。你是恋爱脑吗？是啊，妥妥的恋爱脑。所以昨晚有怪声音吗？有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听到呼噜声，我一醒来就没有了，有被吓到一身冷汗。那你既然这样，怎么为什么不搬家呢？住完就搬。你现在敢看恐怖片吗？不敢看。我到你家不就阴气变得更重了吗？阴气更重了。家务剧照康包开始啦！现在已经快1点了吧？你是刚醒还是说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？玩了一会儿，因为太晕了起不来。所以昨天有去蝴蝶的话，是玩到几点啊？不记得。那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吗？那不然，那你看我屋里还有人吗？就他已经走了。哎妈！就昨天有在蝴蝶看到什么菜吗？没有，永远都是那几个人。那去的目的是？自己逛嘛，自己开心啊！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有男人呢？所以你开心吗？昨天？开心啊！非常开心，就自己喝，自己玩。所以这个商场你没有来过是不是？第一次来。你回去要睡觉的是不是？不睡觉，那你干嘛？回去清洗一下，然后就开视频，就有点晕，现在太混了。天哪，好肿啊！还好吧，还好吧，真的很肿，还好。先把这个葱花放到这里面搅匀，然后再把这个叉烧肉放到这里面浸泡一会儿，就可以直接蘸面吃了。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煮面吃。然后这个石锅很烫，你不要去碰它。好新鲜啊！就是没吃过这样，但感觉分量很少。这个肉好吃啊，2片叉烧18块钱呢，是真的贵的。这叉烧是真的好吃啊。还可以，很劲道，就有点像方便面，还会再来的。你下次尝尝这个啦，手枪腿咖喱汤。但看食物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食欲。怎么这么大块啊？好吃吗？也好吃的。家务剧找帅哥和唐诗啦！这2个包子多少钱啊？总共10块。这是我来成都第1顿早饭。这是你的，这我的，这有番茄汁是吗？对，你喝一口。真的是一点糖都没有的番茄汁哎，这叫健康餐啊！
他为什么会给你放糖啊？所以你是健身完了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今天练什么部位啊？今天练的背，你现在是有胸肌腹肌的吗？没有腹肌，就是有胸肌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有一点，看不出来。我问你啊，就是你每次上厕所，你一天要上大概3次大号吧？差不多。然后每次都要蹲在里面半个小时。啊？你有痔疮吗？有，做过手术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但是他们说痔疮不是会那个吗？复发的吗？你说我蹲厕所时间太久容易复发？对呀、啊。也许有这个可能吧。头肩比看起来更协调。让我的头肩比看起来更协调了。让我的头肩比看起来更协调了。让我的头肩比看起来更协调了。去青城山喝个茶。今天是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天了，所以我准备要拖着你去把我下午要去打卡的店打卡一遍。有几个店？现在是3个店嘛，一个是冒烤鸭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那个咖啡店，还有一家茶馆。这条裤子是合法的吗？当然合法，必须合法。你这个裤衩也太开了吧！你这样不就再往那个里面就能看到吗？你要看到啥能看到啥，这样不是很透气、很漏风吗？不雅吧？就是因为这个茶才买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还有就是它这个拉链也很别致啊，就是很长哦，可以从上到下一整个拉通的。懂了。所以这家你没有吃过？没有，我都没来过，因为我不怎么吃烤鸭。这家还是那个什么非遗的好吗？始于1988年，就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所以你这次来成都吃到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自贡菜吧。为什么不是看起来是滚烫那种？好吃吗？还行，香辣味儿。蛮好吃的。这么好吃。突然感觉吃这一顿要练多久？要好久。现在感觉成都其实胖子也很少哎，我很少看到胖子。挺多的呀。在哪里啊？聚集。你们苏州有什么特别的好吃的吗？糕点啊，苏帮菜啊。苏帮菜。但苏帮菜可能外地人觉得吃不太过。它偏什么样的口味？偏甜的。可以去苏州吃一下那个松鼠桂鱼，酸甜口味。那松鼠桂鱼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糖醋里脊那样的？没有，比那个要好吃点，或者就是大闸蟹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一家咖啡店，然后那家咖啡店是自己选豆子，按豆子的重量来收费的。选豆子的话是可以选品种的。对，所以你是懂的，对不对？不太懂。那你喜欢是酸一点、苦一点的呢？偏中性一点。中性一点的。先选豆子是不是？对。你喜欢喝什么样的类型？可以帮你推荐一下。喝深烘、浅烘，或是什么水洗、日晒。水洗的。蓝山、肯尼亚，然后我们还有一支水洗的。选蓝山吧，它那个醇厚度比较高。冰的。就一杯大概是20克的豆子。对，我们满杯的杯量大概就是20克，但是如果客人有特殊需要的话，我们最低可以做15克。所以这家店推荐大家来吗？非常推荐，我觉得挺新颖的，价格真的很便宜，比一般的咖啡店的价格要便宜。稍微选那个价格贵一点的豆子，下来也才20-30块钱，20多块钱。有怀念吗？今天？怀念什么？有什么好怀念的？哎，你脸为什么黑了？啊？你脸为什么黑了？晒的呀，没涂防晒忘了。不是在闹情绪是不是？黑脸了是吧？你说我？对，对，我就黑脸了，不要惹我。搅一搅，一半一半。我这里是有青瓜的哦。我这个是带酒的，但是昨天医生才给我说不能喝酒。啊？那要跟你换吗？
谁要听医生的？酒味还蛮重的，是甜口的，是不是？甜口的，很甜。你尝我的，很诡异，很诡异。有点青花味儿。就是那个乐事薯片青黄瓜的味道的味道。可以，很清爽，没有很诡异的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很甜口的。没有到很甜，但也能喝得出酒的味道。酒味蛮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突然很有灵感。你在写东西。